好壯觀的一面巧克力牆壁啊，像是來自美國西雅圖的一個甜品品牌吧。嚯，裡面居然有不少顧客啊！正中心坐着一個機器人，是不是還蠻特別的？大家好，今天要帶大家逛一個剛剛試營業的新商場，位於淮海中路上的龍鳳 Presco， 就在瑞金一路路口，地鐵淮海中路上來就是。位置不用多說了，淮海路的黃金地段。因為是試運營，現在入駐的商戶還不算多，但這個新商場真的來頭不小。前身是老上海人都知道的龍鳳金銀珠寶店，現在原地重建成了一座全新的商業體。今天呢，大家就跟着我的鏡頭，咱們一起去看一下這個淮海路上的新面孔到底咋樣。交通是相当方便了，13號線淮海中路站的1號口出來就是龍鳳商場了。現在新開業的商場外飾都做得非常的漂亮，你看這個上面還有個大屏幕，這邊玻璃上也有屏幕啊，輪番滾動着入駐商戶的一些信息。整棟樓呢就看上去非常的有活力，路人一看呢也知道裡面有些什麼樣的商戶賣些什麼東西啊。那我們走到裡面去看一下。目前這家商场入駐的最大、最吸引人的一個門店呢，當屬瑞士蓮中國首店了。你看，它就在1樓啊，整個門店面積也挺大的。然後門口呢還有一個瑞士蓮的小推車啊，這個呢應該是賣瑞士蓮的巧克力冰激凌的。哇，你看，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啊。我們接着往裡走一走啊。這2天呢，它是一個試運營的階段，所以裡面的商戶可能也不是特別全。不過這家瑞士蓮真的可以淺淺的逛一下啊。哇，這個好壯觀的一面巧克力牆壁啊，超漂亮的。我現在就走到了商場的1樓來了。那我發現呢，其實還有很多的門店並沒有開出來啊。一進來的這個右手邊這家 CK 也是一個輕奢品牌啊，還在緊鑼密鼓的裝修當中啊。哎，這難道是他們家的一個吉祥物嗎？好可愛。然後我左手邊呢是 Victoria's Secret。當然，它現在還在裝修，還沒有真正的開業啊。來，它的中庭看一下，整個商場呢是分為地上6層，地下2層，給大家看一下整個商場的內飾。現在新開業的商場都不得了，裝扮的都好漂亮。屋頂呢是一個透明的天花板。所以整體商场內的這個採光還是相當不錯的。看到商場的正中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裝置啊，叫共創生機器人互動體驗。咱們去看一眼啊。現在新開業的商場真的是花頭太多了。這應該是有專門的團隊設計的這樣一個藝術裝置啊。正中心坐着一個機器人，然後機器人上方呢用樹枝搭的一個類似於像小房子的這樣一個空間啊。它應該會跟人互動的，但是現在不是互動的時間點啊，所以只能看到它靜止的狀態。現在這個位置呢，就是屬於商場的中庭，給大家看一下啊，這個上面的樣子。正中心的牆壁上還有一個大屏幕，長方形的。然後這個屋頂上呢是3顆圓形的燈光。現在的商場真的超漂亮，整個牆壁上的不知道是什麼材料啊，總之看上去呢也是非常有现代感的，很簡潔。我現在就走到了商場的2樓，這一邊入駐的商戶呢似乎也不算多。前面一家設計師品牌的服裝店開業了。
我右手邊這家呢是天寶龍鳳的珠寶店，但是它還沒有開業，還在裝修當中。整個商場的面積呢談不上大，大概是5萬平方米的樣子。不過它可是在寸土寸金的淮海路上，已經算很不錯了。前面這家呢是野人先生賣冰激凌的，哎呀，現在是每家商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啊。虽然說2樓很多店還沒開出來，但是呢，大多數都已經有商戶入駐了，只是還在裝修當中。前面這家門店叫 Cinnabon， 剛剛看了一眼啊，好像是來自美國西雅圖的一個甜品品牌吧。嚯，裡面居然有不少顧客啊！看看他們家有卖什麼的：焦糖拿鐵36元，摩卡、肉桂。就他卖的東西跟那个星巴克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像啊，不過好像都是以就是加那個糖水為主的。這裡也沒有開出來。這一圈逛下來就差不多就這些店了。商場的3樓，看我這個頭頂上的這一片設計是不是還蠻特別的？3樓、4樓、5樓、6樓基本上全部都是餐飲，不過3樓目前只有前面的這一家深夜食堂是開業了，其他呢有商戶入駐，但是還沒裝修好，都沒開出來。我已經走到了商場的4樓，看這屋頂上的設計是不是還挺美觀的？那4樓呢，依然沒有太多的門店。我看到我右手邊呢，就開了一家美髮沙龍，其他好像都沒開出來。4樓有一個退稅的櫃檯，就在這個前面啊。5樓這一邊呢，還不能上去。5樓、6樓，現在我站在4樓呢，就聽到上面噼噼啪啪的建築工人在趕工的這個聲音啊。因為現在試運營，所以入駐的商戶真的不是特別多。我估計再過2個月過來呢，可能會更加的熱鬧一些啊。不過話說，這邊的內飾真的挺漂亮的。來看一下地下1層有些啥門店啊？正前方是一家 OPPO 賣手機的。其實地下1層大多數也都沒有開出來啊。前面有一家未來影院，這邊呢就能時不時的聽到噼噼啪啪裝修的聲音啊，都在緊鑼密鼓的忙碌當中。右手邊這家是眼鏡店，正前方味千拉麵，不過都沒有開出來啊。比1層的美食會多一些啊。前面是歡喜花生，是賣那種零食的，基本上就這些了。好啦，今天我們逛新開業的龍鳳商場呢，就逛到這裡啦。感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呢，請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就下個視頻見吧，拜拜。